闺蜜从高楼一跃而下，选择放弃。我被打的眼睛再也变不得五色。而这句话来始作俑者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，真没意思。几年后，我回到学校，成为了始作俑者的女儿的老师。看着来开家长会的她，我笑得乖巧又无辜，真好呀，你也有女儿了。成为小苹果老师的第一天，我开了家长会，看着讲台下徐志尧震惊的眼神，我的眼里闪过一丝兴奋的愉悦。家长会结束后，徐志尧冷厉一张脸来找我，舒老师，我生日应该这么重顾你。他面上虽冷笑着，声音却像黄泥一样婉转好听，所以你怎么称呼好了？我漫不经心的回他，眼睛并不跟他对视，只将目光落在不远处正在玩耍的小苹果身上。你来当小苹果的老师究竟有什么目的？见我看着小苹果，林芷瑶摇心眼瞪着我，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怒气。毫不怀疑，如果不是现在还有别的人在，他会像当年一样冲上前狠狠打我。只可惜，现在的我早就不是当年的我了。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就将远处的小苹果喊过来。老师，你和妈妈在聊什么呀？小苹果亲昵地抱着我的脖子，好奇地问。这个年纪，小朋友对性格温柔的老师有天然的信赖，闲聊一下而已。老师以前和你妈妈认识。我神色温和，笑着看向林芷瑶，一如他当年逼死我最好的朋友的样子。你说是吧？芷瑶，我真高兴你也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。徐世尧脸色发白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没有在女儿面前发作。你看，这些施暴者是知道自己当年做的有多过分的，他们也会害怕自己的孩子遭到同样的对待。成为小苹果老师的第二天，我去墓地看了林果，在他的碑前放一束栀子花。林果去世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，我和林果的哥哥林毅一起翘了课，从学校跑出来，去蛋糕店给他买了蛋糕，还给他买了他一直舍不得买的裙子。从小学到初中，我、林果、林毅一直都是一个学校，不过林果当年中考发挥失常，没考上我和林毅所在的学校。林毅抱怨我光忙着学习，好长时间不去家里吃饭了，还说林果最近一直不太开心，他一向懂事，不愿让家里担心，让我一会好好问问他。我消息细说好，林果最信任我了，有什么事都会告诉我。我和林毅提着蛋糕往林果学校走，迫不及待的想见他。正当我们要走进教学楼时，教学楼的上方却猛地落下一个重物，重物落地的鲜血迅速染红了整个地面，前方一片血红。我向楼顶看去，只依稀看见一个身量高挑的影子，有人跳楼了，好像是高3、5班的林果。和徐芷瑶抢男人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林毅一把扔掉蛋糕，头也不回，跌跌撞撞的朝前跑，我腿脚发软，一瞬间跌倒在地上，又急急忙忙的站起来，让开，让开！我和林毅推开围观的人群，看着地上还没闭上眼睛的林果，撕心裂肺的哭了起来。我想要触碰他，却又手足无措的不敢靠近。那一天，我的世界只剩下了醒目的红和满腔的卑贱，那是天翻地覆的一天，也是我的命运就自被改变了一天。每个人都要为他做过的事负责，我不会去伤害小苹果这个无辜的孩子，但是我要让徐志尧每一天都活在惊惧与担忧之中，所有他在意的东西我都要让他一点一点失去。徐志尧，你最好长命百岁，因为你的余生都要为你欠下的战赔罪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亲子趣味课，我想让大家寻找一下剥核桃的方法，谁知道怎么把核桃剥开呢？讲台上，我神色温柔，唇边带着浅浅的笑意。小苹果的学校注重家校沟通，时不时会邀请家长来学校陪孩子做一些趣味活动。我知道用夹子一夹就开了，我妈妈特别喜欢吃。小苹果第一个回答。坐在他身边的徐志尧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是啊，徐志尧最喜欢吃核桃了，他曾经每天都要让林果给他剥核桃，还不准他用工具。如果林果不从徐志尧的小团体，便动辄打骂。听林果的同桌说，那段时间林果的手总是伤痕累累，谁不知道可以用工具啊？说老师一定是想让我们找到别的简单的方法。另一个想到还说道。我暂时的看了小男孩一眼，对大家说，对了，我想请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，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轻松打开核桃，千万不要徒手剥核桃，会弄伤手的。台下徐志尧的神情变幻莫测，或许他终于想起了当年强迫林果剥核桃的事情。他拿起手边的小锤子，一把敲碎了核桃，不屑地说，不就是包括核桃吗？我在讲台上似笑非笑。通过今天的这堂课，我想告诉大家，一些东西看似坚不可摧，但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摧毁它们。徐志尧唇边的笑意停住了。那天的趣味课之后，小苹果1个星期没来，后来还是背着小书包兴冲冲的来了。那天上课之后，妈妈就变得很生气，摔了很多东西，还要让爸爸给我转学。小苹果挠着头，那双和徐志尧一样的心眼里满是迷惑。那然后呢？小苹果怎么还是回来了？爸爸的妈妈为什么给我转学？妈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，然后爸爸就没有同意给我转学。我摸了摸小苹果的头，害怕了吗？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呢。徐子尧成为小苹果老师的第3天，我约了当年侮辱林果的人石油，让他毁掉徐志尧最自豪的东西。你要我去毒哑瑶瑶的嗓子？你疯了！我那么爱瑶瑶，怎么会害他？石油难以置信地说。徐子尧拥有动人的嗓音，开口唱歌宛如天籁，现在是著名的歌手。高中时他便极为珍视他的嗓子，日日都要让林果给他泡菊花茶。如果说我手里有你侮辱林果的证据呢？我笑着看向他。如果说徐志尧是杀人不眨眼的阎罗，那么石油就是忠实执行他的命令的刽子手。不过徐志尧这位阎罗想要杀人的理由却尤为可笑。高3时，当时还是徐志尧男朋友的郑燕，看见窗边正在读书的林果，向徐志尧说了句清水出芙蓉，
天然去雕饰夸散林果的气质干净。郑嫣水口一提，却让徐志尧既恨上林果，恶意脱撸起来，却又莫名其妙。最开始徐志尧只是强迫林果给他做洗脚、泡茶、包核桃之类的小事，到后来他直接把林果关在厕所里喝脏水，整天让石油对他拳打脚踢，再到最后他连这样都不满足，他厌恶极了林果那干净的气质，直接让石油侮辱了林果。我不知道林果当时是怎样的无助与绝望，才会从高楼跳下，但是后来翻到他的日记的我却已经疯了。此时此刻，石油看着我手中的 DNA 比对报告，眼神慌乱。怎么做是你的事，1周之内，我要是看不到著名歌手徐志尧嗓子受损的新闻，你就等着在监狱吃牢饭吧。你口口声声说你喜欢他，那一点一点让他一无所有，到时候岂不是更容易让他回到你的怀抱？况且我只是让他的嗓子受损，就能换你后半辈子的安稳。你帮他做了这么多事，他回报一下你也是应该的呀。我搅动着手边的咖啡，语带蛊惑地说，其实 DNA 报告是我伪造的，林果的尸体早就被徐志尧的父母派人处理掉了。不过显然，以石油这简单的脑子，绝对想不到这件事，毕竟他从高中开始就不停地被徐志尧糊弄了。听讲我的话，先前还犹豫的石油立马答应了，在自身安危遭到威胁时，哪有人还顾及得到什么亲情爱爱？石油下手很快，不出3天，当红歌手徐志尧现身医院的新闻就出现了。视频里，他嗓音沙哑的驱赶的记者，声音在不复从前的婉转，记者们却好像饿虎见了肉一般，疯狂地拿话筒对向徐志尧。现在你该把 DNA 报告销毁了吧？石油一见到我，就迫不及待地问我，远远不够呢，只要徐志尧的家族还在一天，庇护他的人就还在，他的希望就还在。我有说过，只要你帮我做这一件事吗？我的语气轻飘飘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石油既然已经上了我的船，就别想再轻易下去。你说还做什么？放心，一点都不难办。你当年打我打得那么疼，我怎么敢过多地难为你？你现在在徐志尧父亲的公司工作吧，只要帮这家科技公司和你们公司牵线搭桥一下就行，剩下的事你就不用管了。这对10大经理你来说，不过是动动小手指的事吧？我语带谄媚的恭维一看，石油7扭8歪的坐在椅子上，嘴里烟雾缭绕，听见我的话，他又志得意满的吐出一个烟圈。这你倒是没说错，从学校到公司，许多人都看不起我，说我不过是瑶瑶身边的一条哈巴狗，只会摇尾乞怜，可他们不过是嫉妒而已。我为瑶瑶做事，瑶瑶让我在公司做经理，然后他们瞧不起我，人前还不是得叫我一声经理，还把狗怎么了？跟对了主人一样有肉吃，看在你会说话的份上，你的事我帮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我将一家科技公司的联系方式给石油发过去，这家公司是01创办的，为了这一天，他也等了好久了，为我复仇的路，他也有他的。成为小苹果老师的第6天，学校举办亲子运动会，小苹果的妈妈没有来，小苹果拜托我和她一起参加运动会。老师，我妈妈嗓子生病了，没有来参加运动会，可是我之前报了3人的亲子比赛，你来帮我和爸爸好不好？小苹果可怜巴巴的拉着我的手，瑶瑶，这道题我还是不会，你再给我讲一遍好不好？恍惚间，我想到林果，从前他也是这样向我撒娇。那好吧，我装似为难的答应了小苹果。旁边一身运动装的郑燕感激的向我点了点头。徐志尧，没想到吧？我马上要和你的女儿、你的老公一起比赛了，但你看到我们3个在一起的照片时，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我带小苹果做着准备活动，怕一会运动的时候她受伤了。郑燕一直面带好奇的眼光看着我，说老师，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？觉得你好面熟，我的高中离郑总的高中很近，郑总或许看到过我。我推了推眼镜，勉强朝他咧了咧嘴，平心而论，林果的死错不在他，可能他至今也不知道，曾有一个女孩因他的一句无心之语而死，但我却很难控制住自己不怨他。不一会儿，比赛开始，是铁人3项。小苹果插在我和郑燕中间，几乎完全是被我和郑燕架着走，我们3个很快就超过了大部分家庭，后面的家庭见状也纷纷效仿我们，但是因为小苹果比较轻，我和郑燕配合的又还算默契，我们还是遥遥领先。就在我们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，郑燕却一个不小心，身子歪了一下，导致我和小苹果全栽在了她身上，小苹果变成了夹心小饼干，夹在了我和郑燕中间。快看快看，他们一家3口好可爱呀，夹心饼干哎！爸爸妈妈，我也想被你们夹在中间，我要给他们拍照。顾不上听周边人的话，我埋头找我的眼镜，刚才摔倒的时候，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，眼前彩色的世界骤然间变为黑白，让我有些不适应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郑燕用修长的手指将眼镜递给我，补重新戴上，视野中恢复了彩色，虽然没得到好名次，但是变成了夹心饼干的小苹果，却意外的开心。郑燕也弯着唇笑，分你俩笑起来的弧度格外相似。我抓拍了这样的情景，将照片发给徐志尧。在这之前，我早已将我们3个一起参加比赛的许多照片发给了徐志尧。徐志尧终于受不住我 G203 的挑衅，给我打来电话，电话那头是什么东西摔下桌子的声音。舒养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那是我的女儿和我的老公。他是图大喊，嗓子却断断续续的发不出声音。瞎叫什么呀？今天是你的老公和你的女儿，明天就可能是我的呀。还有呀，你曾经不是最喜欢给别人拍照的吗？我满不在意的对他说，失去自己引以为傲的歌喉，痛不痛呀？痛就对了。当年被你打到我的眼睛再也辨不出颜色的时候，我也是那样的痛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林果？当年制造林果的死因后，我一把掐住旭赤的脖子，
徐芷瑶却神色不变，面无表情的叫身后的石油等人把我拉开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我还想他死得太快，没折腾够呢，明明是那么动人的嗓音，说出来的话怎么就那么恶毒？他接过小根班递过来的毛巾，嫌弃的擦擦自己的脖子。哦对了，你应该还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要跳楼吧？是我把他带到天台上，让他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自己在石油身下的样子，我还把照片发给他了呢。他说他最厌恶林果的那个白脸贱，说林果坐在窗边看书就是为了勾引他的男朋友。他还说他从小就帮他妈妈赶他爸爸身边的那些阴艳眼，最知道这些看似干净的女人私底下是怎样的人尽可夫。他不断中骂着，然后一脚踢在了我的头部，我被石油抓着，无法挣脱。听说你喜欢画画，真想知道脑子坏了的人还能不能画画？我忍着疼痛，强撑着对他说，徐芷瑶你等着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一定会让你受到惩罚的。他听后嗤笑一声，让人更加用力的打我。显然他根本不相信我这样弱小的人可以对他造成什么伤害。之后我不知道自己被打了多久，只记得直到郑燕来找他一起吃晚饭，他才慌忙让人将我拖走。在郑燕面前，他一直扮演着天真单纯的样子。成为小苹果老师的第20天，徐芷瑶父亲的公司召开产品直播发布会，备受业界关注。我们这款眼镜特别针对有视觉障碍的人群，戴上我们这款眼镜可以轻松辨别颜色。在未来，我们或许还可以针对猫猫狗狗的眼睛设计眼镜，让您的宠物也可以看见世界本来的色彩。产品发布会上，林子瑶的父亲许山大放厥词，畅想未来。此前许氏企业就一直在走下坡路，有不少同行都在嘲笑他。如今许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，旁边帮着站台的许志瑶也早已经恢复了曾经趾高气扬、生龙活虎的样子。她一身红裙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骄傲地挺着腰，似乎想告诉今天那些想来看她笑话的人，即使不再拥有动人的嗓音，她还拥有踊跃的家世和姣好的容颜，依然是人上人。他们背后同步直播的大屏上，不停地漂泊网友的弹幕，姐姐红裙杀我，只有我好奇她的嗓子是真的不行了吗？真的很可惜啊，她唱歌很好听的。许志瑶长得真的很好看，红颜祸水内挂的长相。许世爱一直绝口不提产品的核心技术，却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感天动地的宏大追求。在我的示意下，一位记者起身问道，众所周知，贵公司此前从未涉及过该领域，听闻贵公司之前曾与林氏科技有无接触，那么在这款眼镜的推出上，林氏科技有没有提供科技上的援助呢？当然没有，我们这款产品完全是我们公司自己从零研发的。我们为了这个项目努力了数年之久，我们公司确实曾想与林氏科技合作，但沟通一番发现林氏科技只重利益，与我们公司的理念不合。许山叹息了一声，表情严肃，像是格外痛心林氏的追名主力，对林氏科技路转黑。林氏科技的总裁似乎年龄不大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目光短浅。Wiglow， 我朋友在林氏科技上班，他说他们 boss 可帅了，前面的有多帅啊？正当许山继续闪出他宏大的追求时，大门缓缓打开，进来一位消瘦的青年。青年似乎格外疲惫，但整个人又透露了一股难言的精气神。来人正是林毅，好一个理念不合，徐董真是会颠倒黑白。徐董以为收买了我的心腹，偷走核心技术，这个技术就真是你的了吗？林毅穿着白衬衣，一张脸瘦得棱角分明，好整以暇地站在台下，眼里闪归丝轻蔑。林毅，你瞎说什么？许书瑶率先发作，但他的破锣嗓子发怒起来，不仅没起到任何威慑力，反而还有几分好笑。周围传来若有若无的笑声。年轻人，没有证据的事可不要乱说。许山苍老的面庞上仅有眼睛透露着金光，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处理了之前收卖的人，活人哪能有死人的嘴安全？这是许山一直以来的理念。你以为杀人灭口就能了无痕迹吗？真不好意思，你制造的那场车祸并没有要了那个人的命，他已经醒来，向警察指认了你的罪行。在这之前，林毅就一直派人跟着被许山收卖的人，在车祸发生时第一时间叫了救护车。许山的神色有了一些变化，但依然镇定。他是你的人，万一是你陷害我呢？听见许山的话，林毅眼里的轻蔑越发明显，甚至还鼓了2下掌。许总可能还不知道，您偷走的技术还只是初试版本，有不少缺点，现在我手里的这份眼镜才是完善版。许总不是潜心研发数年吗？知不知道您的这款产品有什么不足呢？媒体的闪光灯对准了许山，许山却支支吾吾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徐芷瑶微笑着，试图帮父亲打圆场，但奈何他对这款产品知道的更少，嘴巴只是徒劳的张开又闭上，说不出来了吧。我已经将2款产品交给了相关部门，由他们来界定许总是否剽窃，似乎更为合适。林毅向许山扬个扬，修长的手指捏着的眼镜，百无聊赖地看着台上被记者围住，不知道如何应答的许氏妇女。许山已经反应过来自己中了林毅的计，却无计可施，只能恶狠狠地瞪着他。聪明一世，林到老却被一个毛头小子摆了一道，活该。如果不是你自己贪心去偷技术，我和林毅还真是不知道怎样把你拉下马呢。那林总又是为什么想要研发这款眼镜呢？一位记者将焦点指向林毅，我之所以会选择研究这款眼镜，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是一个很爱画画的人，但是后来出了一些意外，他的眼睛再也辨别不出颜色，我想研究一款眼镜，让他的世界重新拥有颜色。谈起初衷，林毅有些动情，周身的气质变得柔和，他1.9米的个子，却瘦得连衣服都有点架不住，眼中闪烁的泪花为他平添了几分破碎感。我的这位朋友是这款眼镜的第一个时代者，
产品刚设计出时有很多缺点，也让他闹了不少笑话，好在现在已经一一完善了。随后林一向大家细致介绍了眼镜的功能，与刚才许山一直避而不谈产品功能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，孰优孰劣，一眼便知。挖去，真的好感动，有林一这样的朋友好幸运。许山真是个坏老头，林总是不是受过什么打击，人怎么这么瘦？前面的，这叫战损。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许山已经被警察带走调查，原来是林毅已经收集好了许山意图杀人和恶意竞争的证据，将证据提供给了警方。这场原本是许氏父女为了扩大影响力而办的线上直播，却成为了人们看他俩笑话的最佳影片。许山上1秒制的一满，一下秒就被抓进局子的场面，实在是太有戏剧性，引得他的片段在网上疯传。徐芷瑶的破锣嗓子也被竞争对手买了一波热搜，网友们锐评他是当代唐老鸭。咖啡厅，徐芷瑶戴着墨镜，穿着低调的黑色大衣来到我旁边，舒瑶，当年的事情算我错了，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别告诉我老公我做过的事情？我只有他和女儿了，我给你钱，你要多少我都给你。他呜呜的哭，很是可怜。是的，他曾经以为傲的嗓音，家世全没有了，只有老公和女儿了。我暗带住心中的快意，又变成以往带着笑意的模样，像他当年一样，用平淡的语气说出最刻薄的言语。只要你的嗓音真是好难听呀！没想到喜欢唱歌的人再也不能唱歌是这个样子。他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怔怔的看着我，这才是感同身受呢。我温柔的替他擦去眼泪，缓缓道：你还不知道吧？前几天时又来找我说这些年他没想到林国死前的样子，就觉得害怕，问我应该怎样弥补。然后我建议他毁了你的嗓子，谁知道他竟然真的毁了你的嗓子，真好笑啊！徐芷瑶嘶吼的声音足以响彻整个咖啡厅石油，居然是他，我那么信任他，他居然给我下药。他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，我给他吃，给他喝，他居然还散咬我一口。我最得意的就是我的嗓子，他怎么敢毁掉我的嗓子？然后他怒气冲冲的离开了咖啡馆。你看，蝼蚁也棵寒树。我一场欢乐的看见他离开。你知道的，我很怕徐芷瑶，他要 BNA 报告我不敢不给的。我带着哭腔对石油说，徐芷瑶刚一走，我就把他叫来了。他要这个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耍老子？石油狐狸的看着我，他的眼睛眯了起来，面露凶光，这是他发怒的征兆。我怎么敢？徐芷瑶好像很生气，应该是知道你下药害他的事情了。他说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哎呀，你快去和他求求情吧，你为他做了这么多年的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只是哑个嗓子而已，又不是要了他的命。这也只一生气，石油被我搞得又惊又怕，完全模糊了重点，根本忘了是我要他那样做的。急急忙忙去找徐芷瑶了，狗咬狗的场面会是什么样的？真期待。成为小苹果老师的第30天，社会新闻版面上有一则新闻出现了，一位男子争吵之下划破了一位女子的脸，女子崩溃之下将男子从高楼推下，好在楼层不高，男子抢就回来了。事后经调查，该女子为著名歌手徐芷瑶，此事一出，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。徐芷瑶够狠啊，直接把人推下去。我是徐芷瑶高中同学，这不是他第一次害人了，他高中就曾经逼死过一个女生。徐芷瑶现在脸也没了，声音也毁了，他那么高傲的一个人，不知道会不会发疯了。听说现在他已经被警察抓走了，我一页一页的翻在大家对徐芷瑶的评价，兴奋异常。高3时，林果是的当夫的传闻不胫而走，无论林果走到哪里，都有人对林果指指点点，也不断的有男生对他动手动脚。那时的林果刚刚鼓起勇气，从被石油侮辱了的悲伤中走出，却被人们的偏见打得再也没有生活的信念。是徐芷瑶一次又一次掐灭了林果求生的希望。所以，徐芷瑶，我要你一点一点长遍林果曾经受过的苦。成为小苹果老师的第35天，我和林一一起去墓地见了林果。小果，当年害你的人已经全部得到惩罚了。林一擦着林果的墓碑，一字一句，声声悲切。你不要怪我们这么多年没来看你，没有为你报仇之前，我们实在是不敢来见你。舒瑶果然像你说的一样厉害，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，只是这些年他真是吃了不少苦。你不在以后家就不像家了，妈妈整日哭，爸爸整日抽烟。小果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说着说着，他又看向我，小声呢喃，舒瑶，小伙知道你为了他做这些事，一定会心疼的。他最见不得你吃苦了，要是知道你为了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，肯定会怪我的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就向着你，你知道小果对我多重要的。那年冬天，如果没有小果救我，我也早就不在了。我无所谓的说，反正我是个孤儿，竟然一生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不怕，对复仇来说最适合不过了。虚着瑶有软肋，我却没有。曾经的树瑶早就死在了林果去世的那一天，和小果成为朋友，真不知道是你的幸还是不幸。林一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说话，用吸收的手指不断巴撒着林果的墓碑。我一出生就在孤儿院，性格又孤僻，院里的孩子没一个待讲我的，院长也不喜欢我，那好在管我的吃穿，让我上学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而林果不一样，他是幸福家庭的小孩，母亲虽然是二婚，但妻父和妻兄都是很好的人，对他格外宠溺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他做了我的同桌。喂，你和我玩好不好？林果的大眼睛忽然的看着我，就这样，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有一年冬天，院长带着院里的小朋友去动员，我因为前一天惹他不开心，被他留在了院子里。我发了高烧，是林果来找我完事发现的。他背着我带我去找了林爸林妈，如果没有他，我早就不在了。成为小苹果老师的第40天，我去监狱看了徐芷瑶。徐芷瑶瘦的只剩皮包骨头，穿着特制的服装，曾经完美的脸上一条细长的疤痕清晰可见，
头发也极为凌乱。我好好欣赏了一下他这副样子，你来见我干什么？来看我的笑话吗？他拿起旁边的电话，向我吼道，破破烂烂的嗓子让他说话极为艰难。我看着他，不知可否。不就是为了林果那些贱人吗？他和他妈妈一样，他妈妈勾引我爸爸生下他，他又来抢我的男人，我怎么会让他如愿？我妈妈就是太软弱，只知道忍让，才会让爸爸的那些小三小四骑在他头上。我才不会像一样连自己的男人都守不住，整天只知道哭。这些年，那些想接近郑燕的女人都被我处理得干干净净，我不会让我的小苹果像我一样小年纪就帮妈妈处理麻烦，她只要永远保持天真快乐就行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这些年我过得又何尝容易，什么东西都是要靠自己守护的，父爱靠抢，老公也要试试看着，圈子里也要抢资源。我看着光鲜亮丽，其实私底下过的什么日子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在徐卓瑶前言不搭后语的叙述下，我知道了林果其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听林果说，林妈妈在遇到林一的爸爸之前，有过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。那男人骗了林妈妈，没有坦白自己已婚的事实。当那男人的妻子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上门来质问他时，林妈妈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但那时林妈妈已经还上了林果，没想到那个辜负林妈妈的人竟然是许山。后来许志瑶的妈妈在一次家长会上认出了林果妈妈，将事情告诉许志瑶。我擦了她眼泪，觉得十分荒唐。明明是许山辜负了2个女人，为什么上一辈的错误要让下一辈的林果来承担？林果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忍住内心翻滚的恨意，对他说，你那个口口声声说软弱的母亲，当年处理林果的尸体，处理的也是滴水不落呀。你和你的母亲从来都不无辜，真正无辜的只有小苹果，她还那么小，却有一个杀人犯的母亲，永远要被人指指点点。如果不是你害我，我又怎么会到现在这个样子？都是你。林芷瑶歇斯底里的叫着，整个人迸发出巨大的力气，戴着手铐的手使劲锤打着玻璃。警察把他带了下去，虚着瑶入狱后，睁眼整个人都萎靡了起来。他成长的一路都顺风顺水，家庭幸福，父母恩爱，生活环境简单，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自己整别人的所作所为。他来向我和林一道过歉后，带着小苹果去了国外。他说不希望小苹果听到别人议论自己的母亲，尽管他的母亲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。带完这一学期的课，我便辞去了学校的工作。就像我说的，每个人都要为他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。徐者瑶和石油市，我一时，小苹果曾经那么信任我，我却利用他伤害徐志瑶，间接让他失去了自己的母亲，这是我的错，他何其无辜。自从林果死后，我的生命中只剩下了复仇2个字，每天闭上眼就是林果惨死的画面，就算勉强睡着也会突然间惊醒。林毅也曾劝我走出来，可是我知道我们2个谁都走不出来。我其实很多次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会觉得陌生，无法接受自己被仇恨所裹挟，却又难以放弃。现在大仇已报，我可以放心离开了。已经很久没有睡好觉了呢，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药片吞了下去，现在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林毅番外，不知道我从哪一天起，林毅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原来见谁都笑的一个俊美小伙子，变成了整日皱着眉的英质少年，眼睛里总有化不开的愁绪。林毅曾经是个无神论者，可是后来他无比的希望自己可以变成地狱里的落差，却把害了林果的人的性命都一一收割。林果的死改变了林毅周围所有人的生活轨迹，温柔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，寡言的父亲一根一根的吸烟，最好的朋友舒瑶被打的眼睛再也辨别不出颜色，就连李毅本人也几近绝望。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，妹妹不能就这样白白死去，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首先后来他和舒瑶在这条路上走的虽然格外艰难，但终究还是成功了。去世姚如雨的那天，是林毅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自肺腑的笑，他茧着嘴，几乎已经忘掉了怎么去做这个表情。当晚林毅和舒瑶唱引导天亮，可是不久林毅去舒瑶家里时，发现舒瑶静静的躺在床上，没有了呼吸。林毅哭了，他其实是预料到了的，舒瑶曾经连路边的小猫小狗受伤都会心疼，这样善良的一个人，在布了那么大的一个局之后，终究是承受不了心灵的谴责自杀了。如果没有林果那件事，他本该拥有多灿烂的人生，走的人已经走了，活的人却仍要生活。林毅较心要带着3人分去生活，用他的眼睛去看山川湖海，走遍名山大川，他去了很多很多地方，只是想起林果和舒瑶，还是会流泪。全文完结。